他选择加注到26000，然后我就看不懂，他有什么牌在这个翻牌可以加注26000？没有什么牌嘛，合牌开一张方块，我们很明确的就是一个摊牌价值。这时候我选择了过牌，对方开牌看不懂，这是干嘛？翻牌他什么都没有啊，他拿了选择了过牌加注，他这样打可以吗？各位观众，会员专属订阅影音要在 YouTube 平台上线喽。只要打开你的手机的 App， 就可以及时的看到我们的会员专属订阅影音。在付款方面呢，也没有地区的限制啊，只要你透过你的手机，透过订阅影音付费，可以直接观看到我们的影片。如果说你对于我们影片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在影片下方留言。订阅影音到底有什么类型的影片呢？我们的订阅影音目前有4种类型的影片。第一种是直播的精华档，第二个是我在决赛桌或者是我夺冠的录影档，第三种是电脑软体分析，第四个是日常打牌的分享。我再举例，这段我在 WSOP 期间遇到的困难手牌，我会用合适的电脑软体分享给你听。进入到决赛桌或是夺冠，详尽的记录与分享遇到的特殊状况，扑克新闻、个人见解，只在这边有。会员专属订阅影音，还不赶快看起来！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1万主赛事第2天遇到的一个状况。首先呢，我们进入到第2天的筹码量呢，大约是在10万上下，也就是在起始筹码左右。第2天的第一个级别是3000、5000的盲注级别，也就是我们大约只有20个大盲。有记录的第一手牌呢，是在这个8人桌，我在 UTG+1拿到了 AQ 不同花，我们的筹码量大约是11万9千。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加注到1万。大盲位的玩家呢，大约有12万的筹码量选择了跟注。我们是 AQ 不同花，然后我有一张梅花 A， 翻牌是 KQJ。2张梅花，底池28000。这个时候呢，大盲位的玩家过牌。那我觉得我的范围呢，可以接近一个全范围的持续下注，尤其是在这个 KQJ 的翻牌，所以我选择了下注1万，大盲位跟注。转牌是一张7无关紧要的7，然后呢，底池48000，大盲位又过牌。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手牌呢，有2种决策可以做。很多人会直觉说，是不是永远的过牌比较好？那我认为呢，转牌的下注呢，可能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好处。什么样的意思呢？例如说，假设对方是 J 的话，我觉得都会跟注；假设对方是2张梅花，也会跟注；假设对方的范围里面有很多的10的不同花的手牌，比如说17、18，比如说同花10，比如说12、13、14同花、15同花的双头顺。我觉得这些手牌呢，面对一个下注都会持续的支付。那同时呢，我们也不希望下注下太大，因为当我们今天下注太大，跟注只有 K 的时候呢，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价值下注，可能就比较像是在炸红。所以我觉得呢，过牌也可以，下注也可以。那如果是下注的话呢，希望呢是下一个小注当下底池48000，我下注2万。那我们预期的策略呢，就是合牌只要没有开 Q， 没有开10我们的合牌呢就会很明显的是一个摊牌价值。所以呢，合牌是开一张梅花3，大盲位又过牌，那我们很明确的就是过牌。我们的期望呢还是会赢一些，比如说 Q9、Q10、10J 任何的10我觉得算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蛮大的一个范围。这个时候呢，对手开牌对手是 K5 不同花，所以呢我们就输了一个底池。那我觉得转牌的过牌跟下注，我觉得蛮接近的但是呢，下注跟过牌还是各有好处跟坏处所以当下的决定，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下一手牌呢，也蛮有意思的一个状况在3000、5000的盲注级别呢，我们在 low 价位，我们有9万的筹码量，拿到了 AJ 不同花，选择加注到1万。大盲位的玩家筹码量蛮多的20万左右，所以有效筹码是不到20个大盲。这时候呢，他选择了跟注，翻牌是6、7、8。2张梅花，1张黑桃，底池28000。那我认为呢，这个翻牌呢，其实我们的 AJ 应该会是一个非常低频率的持续下注。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大盲的范围里面基本上不会有牌可以弃牌，除非是2张牌在4以下这非常的少。它只要有5，它只要有9，它只要有10，至少都有一个卡顺或双头顺任何的对子所以呢，基本上它会面对翻牌的持续下注的弃牌率呢是非常的低。当下我们的手牌当然就是如果被跟注的话，也没有什么赢率所以呢，我觉得过牌比较好。所以当下他选择过牌，我也选择过牌。转牌来了一张黑桃9。变成是6、7、8、9， 2张梅花，2张黑桃，对手还是过牌。这时候我们多了一个卡顺，但我觉得一样的意思就是我认为我们这个手牌呢过牌比较好，所以我选择了过牌。那合牌来了一张非常有意思的牌合牌来了一张红桃10，变成是6、7、8、9、10在台面上。那我有 J 所以我是更大的顺子。
这个时候大盲位的玩家28000的底池选择下注2万啊，当然我们这边呢决策就很明显了，我们一定是选择加注。加注究竟要加小注还是加大注？我觉得就是一个玩家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如果加小注，它有更高的几率跟注，希望来分钱的话呢，那我认为小注有小注的好处。那如果说今天我是 QJ， 那我觉得只会有一个选择，永远就是 all in。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对上对手，假设有 J 的话，要拿到最大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当下我的 J 呢，假设只有一张 J 的话呢，我觉得是2个都可以。那当下我还是用一个混合策略选择了 all in， 那希望他跟住我这个 all in 的8万我不知道会不会分钱，或者是其实不是分钱，他扣了只是为了想要分钱，就他们有 J 我觉得也有可能。所以呢，我选择了 all in， 对手很快的弃牌代表说对方就是在炸火，所以我赢下了一个底池。下一手牌呢是在3000、6000的盲注级别这个手牌是什么状况呢？我在8成位，我有145000的筹码量，拿到了 KQ 方块。选择加注到12000，大盲位的玩家他有30万的筹码量他选择了一个3次下注到36000这个时候到我一个决策要做，我认为如果说是对上小盲位的话，我很有可能会考虑 all in原因是因为小盲位的3次下注的频率呢、范围呢都会比较宽，然后呢它会是一个更线性化的范围，但实际上大盲位的3次下注呢，我认为会更两极化，也就是说它要么就是超级好的牌，要么就是很差的牌。如果我对上是很差的牌，那我就是大幅领先。如果对上它是非常强的顶端范围，基本上我们的 KQ 呢就是完全的被压制。所以我觉得根据这个3次下注的这个组合的选择呢，我觉得跟注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所以当下呢，我选择了跟注。翻牌是 A14 3张梅花，底池81000，然后这个时候对手持续下注15000。那我觉得第一个对手持续下注的尺寸，我觉得选择蛮有意思的。然后实际上我们的手牌蛮难抉择的，尤其是对上这样子的下注尺寸。我认为如果对手下注1/3或更多，我们的手牌是一个很明确也是很轻易的弃牌。但如果说对手下注是低于1/4或者接近1/4的话，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卡顺。虽然说3张梅花的台面上，但我觉得很有可能都要考虑继续。所以我觉得这个下注尺寸选择蛮厉害的，让我觉得不是很明确的知道哪一个做是最好的。当下我选择了跟注，转牌是一张红桃 K， 可以说是好但是其实没有差别到太大。就假设对方有 A 基本上我还是不会赢。这时候我们还是要看对手的策略。转牌来张 K 了之后呢，底池111000，对手下注一个6万超过半个底池。那我认为我们的手牌呢还是一个很明确的弃牌。我们有所有的 A 可以跟注，我们有比 A 更好的手牌可以跟注。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呢 ，KQ 呢就是一个弃牌，尤其是没有梅花。如果我今天是 KQ 带一张梅花，那当然我就不会弃牌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下一手牌是一个翻牌前的状况什么状况呢？我在 hijack 位，我剩下63000的筹码量，这个时候拿到了 AA 能输吗？我们只有11个10.5个大盲。这个时候呢 ，CO 位的玩家他不在位置上虽然说我在 hijack 位，但实际上我是在 CO 位因为 CO 位的玩家不在这个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的决策是怎么样做，但我觉得我们的决策呢只有2种，我们可以考虑平跟，我们也考虑最小加注。那你可能说，平跟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平跟，我们不在乎别人知不知道我们的范围是什么，因为只要对手有机会犯更多的错误我觉得就算我们是没有平衡我们平跟的范围，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但是我们的预设策略呢，还是一个最小加注我只是跟大家讲说，其实要把所有的选择都放在你的决策里面。你的决策只要在乎是不是一个你认为可以赢最多钱的策略，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策略。当下我选择了最小加注，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策略。这个时候呢，8位的玩家有30万的筹码量看到我的筹码量，他觉得非常的少，他就选择了3次下注到5万基本上就是要 all in 我的意思因为我只有53000嘛。当然这个时候其他的玩家都弃牌，我也不用演了，因为我很确定他不会弃牌嘛，我在演什么？不要浪费时间所以我就 all in。对方很快就跟住，然后这时候呢，他是1对6我是 AA 所以我们就成功了筹码翻倍。下一个有趣的状况呢，一样是在3000、6000的盲注级别，我有15万的筹码量，我在 CO 位，我拿到了1对 K， 非常好的手牌 ，raise 到12000。大盲位的玩家他只有9万的筹码量，大约是15个大盲，他选择了跟注。翻牌是 A39 2张方块，底池33000这个时候呢，大盲位的玩家过牌。
那我们的决策呢，两个都可以。那两个都可以，就是可以下注也可以过牌。那我们过牌是什么意思？我们过牌不是害怕它有 A， 原因是因为它如果有 A 的手牌，在翻牌前很高的几率对上我的位置，很有可能翻牌前就 all in。除了 A2、A3 啊，有的玩家 A2、A3、A4 不会 all in之外呢，很弱的 A， 除此之外呢，大部分的 A 很有可能都会直接 all in。也就是说，其实对方 A 的手牌组合是非常的少。那我觉得可以下注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我们赢大部分的手牌范围，然后我们可以价值下注。过牌的好处是什么？过牌的好处是对方会炸胡，我们的手牌也是非常的轻易可以抓炸胡的手牌，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转牌会害怕嘛。假设我们今天是实时，我们还害怕说，转牌如果开一张 JQK， 对不对？然后我们实时还有机会输。但我们是 KK， 就是我们不用担心任何的转牌跟合牌。对方如果有 A， 那么没有差，因为我们本来就输，所以我觉得对我们的整体的策略呢是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我们重讲，在翻牌我们可以下注，也可以过牌，两个都是 OK 的选择，对上我们的 KK。所以呢，底池33000，这个时候呢，他选择过牌，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小的持续下注9000。那我选择一个比较小的下注尺寸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它的筹码量只有9万，翻牌前只有9万。第二个就是我认为对上一个比较小的下注尺寸，它可以跟住更弱、更宽的范围。那当然，我们希望它跟住更宽的范围嘛，因为基本上我们希望可以赢到它的筹码。这个时候呢，很诡异了，他选择加注到26000，然后我就看不懂，他有什么牌在这个翻牌可以加注26000？没有什么牌嘛。他如果真的有赢我的牌，对不对？他就跟住就好。那当然，他还是有一些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93黑桃啊，当然有机会。但我认为还是很有可能应该会选择跟住。所以呢，对上他的加注，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策略都是一个很明显的啊，就是跟住。转牌来了一张方块2啊，这个时候 A39 2张方块，转牌是一张方块2。这时候他选择过牌。那我们是 KK， 但是我们并没有方块啊，就是我们没有同花听牌。那我觉得两个都可以，我们可以过牌，也可以下注。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过牌比较好，原因是因为如果对方在炸胡，基本上我觉得转牌的下注意义不大。又或者说，我觉得转牌如果过牌、合牌，他有没有可能再炸胡？我觉得有机会。但我觉得我们也需要保护，但我觉得过牌也是可以啊，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他选择过牌，我也选择过牌，然后合牌是一张我觉得是蛮糟的手牌哦，方块10，他又选择过牌。那这个时候台面上有4张方块嘛，所以呢，我们的一对 K 呢，当然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摊牌价值。如果合牌不是开方块，那我觉得我的手牌可以价值下注嘛，随机的赢他一些我不知道什么手牌，但任何的对子基本上都输给我。他如果是2对以上的手牌，他也不应该过牌。所以呢，我们的手牌呢，在一个无关紧要的合牌呢，是可以考虑价值下注，但是合牌开一张方块，我们很明确的就是一个摊牌价值。这时候我选择了过牌，对方开牌68不同花，带一张方块6，看不懂这是干嘛？翻牌他什么都没有啊，就一个 A39 2张方块，他拿了68不同花，有一张方块6，选择了过牌加注，他这样打 K 吗？还让他赢，对不对？扑克就是这种不公平，所以我们的一对 K 呢，就输给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一个很奇怪的玩家，我们就输了一个底池。下一手牌呢，那我们的筹码量呢，让我们掉到了比较少一点，在3000、6000的绑住级别。这个时候的 CO 位的玩家，他有20万的筹码量，选择加注12000。我们在大盲位啊，我有96000的筹码量，大约是16个大盲，拿到了98不同花，带有红桃9，选择了跟注。翻牌是965 2张红桃，底池33000。这个时候呢，我们当然是选择过牌。CO 位的玩家选择了持续下注15000。那我们有一个决策要做，那我觉得我们的手牌呢，非常适合加注。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顶对啊，当然大部分的情况都是最好的手牌，再加上大部分的转牌其实都不是很好，譬如说10以上的牌，当然我觉得我们有8的时候会不错，就是开7我们不用担心嘛，5、6、7、8、9我们有顺折机会。但你整体来说呢，其实如果对方是愿意拿一些同花听牌或者是一些 A7、A8再翻牌跟我们打完的话，那也是非常好的状况。所以呢，电脑的预设策略呢，这种顶对的短筹码的情况下呢，会有很高频率的加注啊。当然呢，我们当下的决策呢，也是选择加注。加注到多少呢？我觉得是一个蛮厉害的一个学问。第一个，我们筹码量很少，所以我们不需要加注到很多。假设我今天真的有炸，我也不希望让我加到一个就是很明显的套池，那我觉得对方的决策就会很明显。所以呢，他下注13000，我选择加注到33000啊，明锐再多一点，2.2倍左右。这个时候他选择跟注，我觉得他的跟注范围还是会有很多2张高牌，甚至是带一张，比如说 A 叉带一张红桃，当然任何的卡顺，任何的对子，比如说 A5，任何的44，我觉得都会跟注，所以没有什么问题。他的跟注的范围呢，大部分都还是落后我的。转牌是一张5，叠牌5，我觉得是无关紧要。底池99000，我们剩下52000的筹码量，当然我们就是很明确的半个底池的 all in。然后这个时候呢，对手很快就弃牌哦，所以他就是跟注了一次，然后
没有中他的手牌啊，他就选择放弃。那接下来呢是一个翻牌前的状况啊，是在4000、8000的盲注级别。这个时候的 hijack 位的玩家是我们筹码量最多的一个玩家，他的加注的范围呢非常的宽哦，他选择在 hijack 位加注到16000，我在 CO 位我有13万的筹码量，大约是15、16个大盲，我们拿到了 KJ 方块。那我觉得两个都可以，不管他的预设的加注的范围是宽或者是紧 ，KJ 同花都会是一个正 EV 的 all in。那如果我认为它的范围更宽的话，我们的弃牌赢率更好。当然，这手牌跟注也是正 EV，all in 也是正 EV，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哦。那我们当下呢选择了 all in， 他选择了跟注。那他跟注的时候丢了筹码量好像只有丢10万，他可能认为我的筹码量只有10万，所以他选择跟注。后来他丢了10万之后呢，荷官跟他说，没有，是13万，然后他又补了一些筹码。等他把筹码放好了，这时候我看到他的牌是 A3 梅花。那我认为以 hijack 位的 A3 梅花选择加注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上我的15、16个大盲的 all in， 我认为 A3 梅花应该会是一个很明确的弃牌，也就是他犯了一个翻牌前的错误。我认为以对上我的预设策略的范围来说呢 ，A3 梅花绝对是不能跟注的一个范围。我觉得比较接近的可能会是，比如说 A10 不同花、A8 同花以上啊，我觉得可能比较合理一点。我觉得 A7 同花以下的手牌应该都会是一个弃牌，当然就是他犯了错，反正就是他的手牌是不应该跟注的。但是呢，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击中任何的翻牌，所以我们在这手牌呢淘汰出局了，所以我们主赛事呢就结束了。那跟大家分享一下主赛事的一个感想啊，这一次的主赛事预计的保底呢是1500万美金，那这个报名费呢是10400美金，也就是它大约需要1500个玩家才会到这个保底奖金哦。但实际上的参赛人次呢？接近了3000个买入啊，如果没记错的话，2900多个买入，接近了一个3000万的奖池，也就是他比他预计的保底接近要翻了1倍，非常好的一个状况哦。他们预期这一次的人数可能会比较多，但是没有想到会多到这么多。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是在这个赛场上的规划呢，第一个礼拜虽然说是一些比较小的赛事啊，还是用原本的场地，但是在第一个礼拜之后呢，他们租了一个非常大的会议室，在这个会议室呢，他除了一个直播桌，在这个台上呢，下面有100张桌子哦，他临时布置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环境，同时也有非常好的一个服务，不管是服务员、点餐的服务跟 VIP 的休息室，在主赛事的一个体验呢，其实是非常的好哦。从第一天跟第二天呢，他还特别的规划，就是只打8个小时左右，如果一天要打超过12个小时，其实是一个非常累人的情况。他把这个赛程的规划一天只打8个小时，是一个还不错的想法。那以玩家的程度来说呢，大部分的玩家都会是比较弱一点哦，它不像是一个正常1万买入的赛事哦。原因是因为它有非常多资格赛的玩家，又或者是说他可能本身的技术是不支持他去打这样子这么高额的比赛，但是他认为这个奖池很大，他想要试一下。挑战一下自己，所以有非常多的玩家是越级打怪，这根本不是他该打的等级，但是他还参加这样的赛事，尤其是他认为他还打得赢很多资格赛的赢家哦。因为在这1年当中呢，他们除了资格赛之外呢，在 WPT 世界各地的赛事中，你只要赢得主赛或者是赢得一些资格赛，都可以拿到这一次的这个主赛的门票，所以他有非常多世界各地因为已经有票，他必须要来的玩家，他们平常自己在打的比赛可能是300、500、1000美金，他们因为有这个票，所以他们来参加这个1万美金的一个赛事。娱乐玩家越多，或者是这一些玩家是透过资格赛来的时候呢，会吸引到更多的职业玩家，更多其他玩家，他觉得，我只要运气好一次，我就有机会赢到大奖，所以这是一个加成的影响，反而会让玩家越来越多。这次的状况呢，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有信心，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啊。对他们主办方来讲，他们下一次呢只会举办更大的赛事、更大的保底，而且他们一定会租一个更好的场地。我觉得这次场地都不错，他们甚至会考虑再租1到2个房间，因为他们确定他们租了一个100桌的场地呢，其实已经是不够用，他们有可能会找更多的荷官，然后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赛事状况。所以我非常的期待明年同样的赛事应该会有一个更多人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扑克手牌问题想要问我的话，欢迎到我们的下方 Discord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提供越完整的资讯，我就有越高的几率挑选你的手牌，不定期会做成影片来回复大家。如果说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记得订阅分享。我是小 P，大家拜拜。